大宝，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怎么好像看起来有点复杂？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很多人会问我们说，就是《麻瓜通灵日记》会不会有续集啊？会不会有第二季？如果真的要拍第二季的话，就会是一个很进行中的状态。既然都做 YT 频道了，那干脆就把这种变成一个我们每一个月更新一次的通灵日记。现在录影的当天呢是8月下旬，我已经做了2个月的线上相谈吧，芬多奇跟他们的通灵解读啊，然后聊一些他们生活中的困难，我翻译这些意念，但我发现其实大家的烦恼都差不多就是我之前在唐启阳唐老师的节目上面有说过，也许假以时日，我真的可以集合成一本书，就是人的烦恼只有12个。这2个月下来，虽然采集的样数还没有很多，可是搞不好烦恼可能连12个都不到，因为真的好像就例如说我的天赋是什么啊？我要怎么样找到它？甚至是职涯发展，因为职涯发展就是包含我人生的下一步的工作，这跟天赋好像又很有关系。然后再来就是我要怎么样找我的指导灵啊？我要如何有勇气的去做自己？死后的世界是怎么样？以及死后的亲人现在是什么状态？然后我同时也发现到，芬多奇他跟不同的人对话的时候，其实同一个问题会给出很不一样的答案。他真的对某一些人可以很直接去回答他要怎么去做，但是有的人他也会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一个问题，你必须要做的其实是别的事情，这也是蛮奇妙的。确实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不同的人跟他对话，就会激荡出不一样的答案。所以其实相谈是走到现在，我觉得我学习很多，有一些东西我在那个唐老师的 podcast 上面有分享。例如说他对于忧郁症啊，或者是他对于人要怎么样突破自己的困境的看法，这还是蛮有趣的。总之我也是还在整理跟吸收当中。我们可能都觉得自己的烦恼很不一样，但其实可能真的都很像。作为一个人，是不是我们真的都被一些社会的规范给捆绑住了？有没有什么是你自己觉得你也有这个issue个案问了类似的问题的？有时候我觉得我会在就是跟我相谈的朋友身上会看见一些好像过去自己的状态的影子，例如说会觉得我想要拥有很丰沛的资源，我很想要有很多金钱的赞助，可是如果这个赞助者是我的爸爸妈妈给我的，我可能就不想，以及就是当真的资源来到身上的时候又不好意思拿，那一种叫做不配得感嘛。对于金钱观念的一些矛盾，我有看见一些这样子的状态，我以前也会有，然后也会例如说想要借由帮助别人来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太想要去服务别人了，可是都忘记了其实第一个是要先照顾好自己。真的会看见一些以前我真的经历过的事情，这样子很有趣的是，大家真的以为是自己的问题，但其实很多人都有同一个问题，然后没有那么奇怪。你刚刚有说，就是有一些跟你差不多issue的观众，以人类的角度来说，你怎么走过来的？跨越困难这件事情，一开始真的会觉得很难，尤其在开始执行之前。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可能是之前在直播上有分享过的，就是关于如何在大众面前传讯的那个恐惧，要怎么样去跨越。在开始可以接讯、可以传讯之后，那讯息要传给谁？要传给大众嘛，更多人听。那也就是说，我的传讯的能力，以及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必须要摊在更多人的面前去被看到。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恐惧，又加上我那个时候可能接讯也还没有真的非常的稳定，而且没有自信，然后不够信任讯息的来源，所以在那个状态下，我每一次都会觉得好难哦，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件事？然后都快把自己逼疯了。可是因为心中又同时有另外一个很强的动力，是觉得，因为真的有很多人在这个时代，他们确实也感知得到能量，而当他们跟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感觉的时候，别人会觉得他们在装神弄鬼。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真的可以站出来，
去传讯，然后把自己的真心话也表现出来的话，其实我也可以起到一个鼓励的作用，或是一个陪伴的作用吧，让这些人也可以看见，其实他们不用那么害怕，他们也不需要那么在意，因为别人的不理解而带给他们的批评。我觉得我要去练习去信任未来，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因为我原本想象，要是我失败了，就会招来很不好的后果，可能就是身败名裂之类的。那个时候搭配看不见台湾的宣传，那个场子都是那种100人以上的场子。然后我觉得我才接训2个月，老师你这样子，但我想要知道我可以到哪里，所以那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很大的舒适圈的突破吧。因为一旦成为一个传讯人这样的身份被看见的时候，很多人对于通灵跟传讯他们既有的想法就会一直投射到我身上嘛，觉得我是装神弄鬼的啦，或者是如果我们只要讲座收门票就是敛财的啦，各式各样的，总之他们都可以有他们的想法不断的丢上来。第一次很紧张上去 ，OK 顺利结束了。第二次咬着牙再上，还是顺利结束了。第3次再咬着牙再上，还是过了。然后第4次、第5次、第6次以后就开始觉得好像不需要咬着牙了耶，好像可以更信任自己，跟更信任那个未知的状态了。一念之间就开始转换了原本很紧绷的心情，就突破了第1次的舒适圈。总之后来就经历了几次顺利的传讯的场合之后，前面几场都成功了，于是接下来我必须要一直维持在一个很顺利、很成功，然后传出来的讯息都很有高度跟智慧的状态下，我才是 OK 的。然后有一段时间，其实又回到那一种有一点点包袱的状态，以及最近要开始上一些通告啊，上 podcast， 跟更多不认识的陌生人开始接触，我就会发现，那个舒适圈好像必须要再跨越了，因为那个天花板变成我的地板了。那爬楼梯总是辛苦的，所以现在就是又在爬一层楼梯，又在练习被拍摄，跟陌生人交谈，练习价值观跟我很不一样的人见面跟沟通。当然还是会有不安全感啊，但是活着不就是这样吗？如果要很安全的话，好像就没办法成长了吧。可是开始 YouTube 频道上映了几支芬多奇的讯息了之后，其实很多时候芬多奇在传讯的时候，我常常都是回头去看的时候才会说，你这句话确实蛮有智慧的。我在传讯的当下，我没有办法去思考那么多。然后渐渐的来到现在这个点，我会觉得我想要再换一个心情再出发。我如果想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我持续想要去探索的方向的话，我势必不能这么严肃的看待它。因为如果我很严肃的把它当做一个工作，我觉得我很快就会对这件事情很厌倦。我现在的想法是，我要怎么样用游戏的心情，以及没有得失心的心情去看待传讯。最近在练习的是这件事情。像今天那个新闻频道来采访我，我就会说，等一下我们要拍芬多奇传讯，但也有可能我今天就没有讯息哦。那我们就大家谢谢哦，下台一鞠躬哦。我真的不保证我今天会是什么状态哦。就是我试着把这个传讯这件事情当作随时都可能失败，我不计成败的话，我就可以更在一种游戏的状态去享受这个传讯得到的结果。我现在就是常常都已经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然后才会来录这个节目这样子。团队们也已经就是常都被我威胁说，今天要录，但就看啦有没有了，这样子就是也不一定，好像反而就会变得没有压力。然后如果真的有的话，那就有；如果真的没有的话，那大家就聚在一起，那就吃个饭吧。我们真的有出现过这样的状况。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凤凰在国外出差，然后我们还不敢让远端遥控的他知道我们今天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因为凤凰还预先祝我们拍摄顺利，他说拍摄辛苦了，结果我们都没有拍。有一天，也许我们 YT 如果真的有几个礼拜，因为没有库存，状态也不对，我们都放假就没有拍，也请大家原谅我们，因为我们毕竟是人，我们不是机器，我们还是需要休息跟调试的。休息不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休息就是休息。好啦，那以上就是 ongoing 的麻瓜通灵日记，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个月再见，拜拜。